应对机动战士威胁的救火队长，守护白色基地的钢铁之盾，机动战士高达设定和剧情解说。第6集卡尔玛出击。机体型号 RX-75，钢坦克是联邦军为应对吉翁机动战士的威胁所开发的一款机动战士。该型机动战士也是 V 作战计划的重要研发成果之一，其定位是作为辅助机型，来为己方主力机动战士提供火力支援，能在远距离的范围来对敌进行火力打击。虽然钢坦克的类型在定位上属于是机动战士，但对比吉翁装备的扎古，可以发现钢坦克在造型上存在着较大区别，而造成这样的原因主要是受限于联邦军对机动战士的认识不足，使得钢坦克在设计时仅在上半身做成了人形的模样，而下半身则使用了现有的成熟底盘，所以最终形态正如钢坦克这个名字所描述的那样，其机动方式并不像吉翁扎古使用双足进行机动，使用的是跟履带式装甲车辆一样的机动方式。尽管履带式在地面上的机动性能表现要更强，很容易适应各种地形环境，但在宇宙环境下则远远不如扎古的双足结构。一旦在宇宙中作战，无法转身的钢坦克要受到很大的限制，极易遭到敌方的攻击，所以钢坦克需要处于靠后的位置，依靠己方单位提供保护，才能保障钢坦克自身的安全。倒是钢坦克自身产生的推力十分强大，所产生的推力可达88吨，这比高达整体产生的推力还要高出近60%。如此强大的推力，甚至能让钢坦克在重力环境下直接腾空而起，使得钢坦克要比履带式装甲车辆更加灵活。由此可见，钢坦克具有部分机动战士的机动能力，没有被履带完全局限在地面之上，并且其机动速度最高能到70千米每小时以上，甚至还有最高到88千米每小时的记录。除了机动能力之外，钢坦克的驾驶方式也与履带式装甲车辆不同，跟高达一样，驾驶舱都是由核心战机来组成，所以钢坦克的机体结构也像高达那样，将机体的结构分成了上下2个部分，并且将中间安装驾驶舱的部分做成了通用模块，这样各种电子设备和操纵方式就能统一，从而使驾驶员在一套训练培训体系之下，直接就能上手驾驶由核心战机组成的各型机动战士。但有所不同的地方是，钢坦克在一开始是设置了2名成员，也就是在驾驶员之外，还在头部设置了炮手的位置，然后按照履带式车辆的作战方式，分成了驾驶和作战这2个职能。不过到了后来，核心战机的操作系统已经足够成熟，因而钢坦克取消了炮手，像驾驶高达那样只需1名驾驶员操作即可。倘若钢坦克在战斗中遭遇到紧急情况，其上半身可通过自带的推进器自主完成分离，这样驾驶员就能弹出核心战机，在完成变形后继续战斗或者选择脱离战场。不过处于头部的炮手没法一起搭乘核心战机，所以还需要额外提供救援力量帮助撤离。而在武装方面，钢坦克的主要攻击手段便是肩膀上的120毫米口径低后坐力加农炮，也有资料说该加农炮的口径尺寸至少有260毫米，其自动化程度很高，在火控系统的辅助下，只需1人操作就能短时间内完成锁定并对敌发起精确打击，而且输出的威力十分强大，在打击舰艇之类的目标具有极佳的效果，甚至还能用于进行防空作战，发起一次对空攻击能同时击毁多个目标，能够跟上小型作战单位的机动速度做出反应。可以说钢坦克的打击能力对于吉翁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。然而有一点比较可惜的是，钢坦克本来是可以选择使用威力更加强大的 Mega 粒子炮，但计划中使用的动力装置和反应堆表现不佳，结果不得不改用和反应堆加燃气轮机的混合动力进行代替，最终导致功能不足，不得不放弃在钢坦克上使用 Mega 粒子炮。而其他的武装则是在钢坦克的2个手臂上一共安装了2座40毫米口径的4连装导弹发射装置，也有资料说其口径应为120毫米，而该导弹发射装置所配备的小型导弹能打击20公里范围内的目标，以此来补足钢坦克在近距离范围内的打击能力。由于钢坦克的手臂上没有安装手腕部件，这一点与高达的手持使用武器产生了比较大的区别，所以钢坦克无法像高达那样更换不同的武器进行作战，毕竟本身在定位上就是支援辅助机型，依靠这2款武装基本就满足了钢坦克承担火力支援职责的需求，只要在战斗中与高达做好配合，就能发挥出战斗力。据称，在联邦军 V 作战计划走向尾声的时候，在 SIDE 7殖民星上一共至少制造了4架的钢坦克，也有的资料说数量多到有7架甚至8架，但是很可惜，这些钢坦克没能全部都投入到对吉翁的战争当中，其原因在于夏亚率领的吉翁军队突然向 SIDE 7殖民星发起了袭击，
使得不少数量的钢坦克还未完成组装就被摧毁，最终仅剩一架钢坦克和少量部件，在高达的帮助下艰难运到了白色基地上。加上这场袭击也造成了联邦军不少人员伤亡，从而导致了仅剩的这架钢坦克没有人负责驾驶来对吉翁发起反击，直到白色基地主动出击向夏亚进攻时，才由 SIDE 殖民星居民凯西汀和小林隼人主动负责驾驶。由于凯西汀本身就有驾驶大型机械的特殊执照，因而很快就上手驾驶钢坦克出击作战。于是趁吉翁姆赛级轻型巡洋舰在进行补给作业的时候，成功使用加农炮击中了在一旁的巴布亚级补给舰。没多久之后，巴布亚级就失去了动力而直接坠毁。钢坦克在沉重打击了吉翁的同时，也由此拿下了首次击落对方的战绩。之后在白色基地顺利进入地球大气层时，由卡尔马扎比率领的吉翁地面部队迅速升空阻击了白色基地。虽然白色基地成功回收了高达，但是高达在大气层中没有空战的能力，结果没办法出击迎战，任由吉翁的战机疯狂打击。于是为了有效打击吉翁的战机，白色基地在经过讨论后做出了调整，由阿姆罗与小林隼人一起操纵钢坦克，在白色基地即将降落到地面时，通过自身的推进器提前降落到地面，然后利用钢坦克的强大火力来击退吉翁的战机。然而吉翁还派出了由马杰拉坦克来组成的地面部队，与空中的战机部队进行配合，对白色基地进行了全方位的打击。于是在面对吉翁如此猛烈的火力打击之下，白色基地迅速做出了调整，召回阿姆罗改驾驶高达出击作战，由凯西汀顶替阿姆罗继续驾驶钢坦克，并且派出龙和西驾驶核心战机在空中进行掩护，然后通过高达与钢坦克的相互配合来突破吉翁的包围。即便如此，双方的兵力对比实在是过于悬殊，经过调整能否突破吉翁的包围，白色基地并没有人能够持有十分坚定的信心。而且更加糟糕的是，当卡尔马扎比得知对方派出的钢坦克属于是机动战士后，也派出了3架机动战士来加强对白色基地的攻击，这让白色基地和高达首次遭遇到了高强度的打击，战斗烈度与夏亚发生过的战斗完全不是一个层次。结果巨大的压力让阿姆罗的心态发生了巨大变化，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陷入到了十分极端的程度。于是阿姆罗就像是变成了狂战士一样，直接突入吉翁阵内疯狂攻击，几乎是一瞬间的功夫，接连击破了吉翁马杰拉坦克和扎古。这要是从吉翁的视角看起来，阿姆罗驾驶的高达会显得十分恐怖，使得吉翁士兵陷入了恐慌，难以继续作战。于是战场形势就这样被阿姆罗逆转，吉翁士兵纷纷放弃战斗，选择了撤退。虽然阿姆罗成功让自己和白色基地脱离了险境，但这次高烈度的战斗还是对阿姆罗内心造成了巨大影响。一旦这个精神问题处理不好，将会对他以后的精神状态带来巨大挑战。